北极的黑洞、极光的异常、地震的回响，这些现象真的完全能解释得清吗？上一集呢，我们聊了纳粹如何使用神秘学、黑科技、玄学符号来控制民众。有时候我在想，那些疯狂的年代过去以后，今天的人又在相信什么？有一个比所有阴谋论都更离谱，但又更经久不衰的主题。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地球空心论。意思是地球是一个空心球体，里面不光有太阳、有海洋，还有文明。更疯狂的是，这个理论居然不是网民胡编乱造的，而是几百年前的天文学家、美国军官、工程师从这些一本正经的人那里开始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地球空心论是怎么从神话变成看起来还有点依据的理论，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现代科学敲碎的。你先别笑，人类幻想地心世界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古希腊神话里，地底是冥界；北欧神话里，地底住的是黑暗精灵和地下王国；在基督教的系统里，地底是地狱；而在藏传体系里，香巴拉也被部分人解读为隐藏在山脉与地底之间的国度。这些传说当然不是科学，但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心理土壤。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幻想，在我们的脚下是否还藏着一个第二世界？是乐园，还是地狱，还是失落的文明？真正把地球可能是空心的写进科学论文里的，是一个你绝对知道的人，他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爱德蒙·哈雷。17世纪末，哈雷研究磁场时发现，此北极与地理上的北极根本对不上，而且还会飘。他没有数据，就做了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大胆的假设：地球是由多层同心空心球壳组成，外壳就是我们居住的地表，里面还有几层壳，它们之间各自旋转，可以产生多重磁场。而极光就是地心世界发出来的光，从南北两极的细缝中漏了出来。这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玄幻小说？但这个摆在当年，确实是他写给皇家科学会讨论的科学假说。到了19世纪，美国退役军官约翰·西姆斯把这个理论推到了全世界。1818年，他寄出了成千上万份的原型传单，并公开宣布地球是空心的，南北极有巨大的入口，可以开船进去，里面有海洋、森林和新大陆。他甚至画出了模型，把地球极点挖空，给全美人民展示入口在哪里。这两个洞口后来被称之为西姆斯之洞。西姆斯认真的程度已经到了推动国会拨款并进行集体考察。可惜的是，最后提案没有通过，而他本人成了全美媒体的笑柄。可奇怪的是，西姆斯之后，这个理论没有消失，反而升级了。1906年，美国作家威廉·里德出书说，北极的暖流、飘木、奇怪的雾气都来自地心世界吹出来的风。接着，工程师马歇尔·加德纳出了一本通往地球内部之旅的书，他甚至设计了一个内部有太阳的空心地球模型，还真的申请了专利。20世纪中期，德国神秘学圈把空心地球与阿加尔塔、香巴拉、亚特兰蒂斯揉成一团。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梗，那就是纳粹逃到了南极，从洞口进入了地心基地。一个这么离谱的理论，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因为它的证据看起来确实有点意思。证据一：极地谜团。北极暖流突然升温，冰层里有花粉，飘来的树干，这些在科学上都是正常的洋流与风系，但是在地球空心论里就变成了地球内部的森林被极地出口吹出来的风带到了外面。证据二：卫星图的黑洞。早期卫星图像在地球两极会出现黑色的空白，科学的解释是数据缺失、轨道盲区，而空心派的解释是 NASA 把入口打上了马赛克。证据三：神秘目击者。飞行员说看到了极点下方有巨大的光洞，某些飞行日志写着见到了内陆文明与巨人。可问题是，这些故事要么找不到原始记录，要么出自小说，再要么加工了10几次，根本查不清来源。证据四：科学家隐士史。他们经常爱提的是哈雷·西姆斯与加德纳的专利，但他们不会告诉你，现在所有的测量都一票否决了这些设想。如果地球真的是空心的，它最瞒不住的就是现代的各种测量技术。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的测量工具只会越来越猛。我们今天讲3个关键的：一、地震波 CT， 把地球扫成3D 模型，每一次地震发生，地震波都会穿过地球内部，被全球上万台站记录。科学家用它做了真正的3D 扫描，也叫地震成析成像。结果显示，地幔有高低速区，板块残骸沉到地幔深处，外核是液态金属，内核是固态铁球。这么高分辨率的3D 模型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大洞或者空腔能存在的空间。要是有，地震波速度会直接炸出异常，但是没有。二、中微子断层成像，连幽灵粒子都告诉你地球是实心的。中微子几乎不跟任何物质起反应，它能穿透整颗地球。科学家用中微子望远镜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看中微子穿过地球时衰减了多少，再反推地球内部的密度分布，结果非常清晰，地球越往里密度越大。地核区域明显比地幔密，没有大范围空腔这种结构。更重要的是，它不依赖地震数据，不依赖引力模型，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证据链。这就让地球空心论没有什么可绕的路。
3. 内核新发现不是空心，而是有更复杂的铁球。2021到2025年之间，科学家发现内核不是单层，而是内核加内核。地震波速度随方向明显变化。2024年到2025年成像显示，内核表面像是丘陵与山谷，而且会缓慢变形，甚至可能因为外核金属流动而有漂移刮擦的痕迹。这些新发现常被标题党包装成科学家发现地心秘密结构，实际上真正有意思的是，内核比我们想象的更像一个有生命力的铁球，但它依然不是空心的，也没有文明住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科学越进步，我们看到的地球内部就越复杂，但空心论真正的生存空间反而越来越小。但明明已经被科学打成了筛子，为什么它还那么红？因为地球空心论满足了3种人类的心理：第一，逃避现实，它像一个现实版的地心历险记，让人们相信世界比表面更精彩；第二，被选中的感觉，他们认为官方在隐瞒真相，让人们感觉自己反而更接近秘密事实；第三，世界观外挂，它把神话、UFO、极地异常、失落文明全部串成了一个巨大的宇宙观，而这反而比真实科学有意思多了。所以比起来问地球是不是空心的，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藏在脚下的第二世界来安慰自己？好了，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点赞、转发、收藏。咱们下期再见。